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好好聊一下人工智慧，也就是 AI 的演进。你想想，从以前那种只会听指令的机器，到现在居然能写诗，还会画画的 AI，哇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今天我们就来系统的把它拆解清楚。说到 AI、机器学习、深度学习，是不是觉得这些名词常常在你脑中打架，搞不太清楚谁是谁？别担心，你不是唯一一个，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困扰。看完今天的内容，我保证你就能像专家一样，很清楚地掌握他们之间的关系了。OK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路线图啦。我们会先从 AI 的家族树开始，然后一个一个拆解。像是监督式学习、团队合作的力量，还有模仿大脑的深度学习。最后我会给你一套超实用的建模策略，帮助你在需要的时候选对工具。好，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AI 这个大家族。跟你说，要理解这些概念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们想象成那个俄罗斯娃娃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概念包在另一个更大的概念里面，一层一层的。非常有关系，所以整个 AI 的发展脉络，你可以这样想：最早期的 AI 就像一个指令机器人，你写好规则，它就乖乖照做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接着机器学习出现了，这就厉害咯，它开始能够自己从一大堆资料里面去学规则。再来就是深度学习，它更进一步开始模仿我们大脑的运算方式来处理更复杂的问题。然后呢，就到了现在最红的生成式 AI， 它不只会学，它还会创造出全新的东西。你看这个对比，这就点出了一个超级根本的转变。以前我们写程式，是我们给电脑规则和资料，然后叫它算出答案。但是机器学习完全是反过来的，我们是给它一大堆资料和答案，让它自己去找出到底是什么规则。这个思维的转变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我们用电脑解决问题的方式。哇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比喻真的太贴切了。过去的 AI 比较像是鉴别式的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它能帮你判断这是猫还是狗，就像一个乐评人，它可以分析这首歌好不好听。但是生成式 AI 呢，它就像是作曲家，它可以直接创造出一首你从来没听过的新歌。你看，这就是从分析到创造的巨大飞跃。好了，了解了这个大的发展方向之后，我们就来钻进去，看看机器学习里面最常见，也可以说是最成熟的一个分支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是一个有老师带着学习的过程，是个乖宝宝。这里的关键字就是标记过的资料，这就好像，学生在写练习簿，而且旁边就附有标准答案一样。模型就是从这些已知的答案里面去找出规律，学会之后，它就能够去预测那些它从来没见过的新问题了。在监督式学习这个大家庭里面有几个超级经典的工具，比方说逻辑回归，它最擅长回答那种是或否的问题，像是判断一笔信用卡交易是不是诈骗。另外一个是决策树，这个很重要哦，因为它的思考过程是完全透明的，它就像在玩猜猜我是谁的游戏，会问你一连串的问题，一步一步导出结论。这种可解释性在很多像是金融或医疗的领域是至关重要的。你想想看哦，单一一个模型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嘛。那如果让一群模型组队合作呢？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集成学习的威力。同时，我们也会来看看，当资料完全没有标准答案的时候，AI 又该怎么办？没错，如果说单一的决策树是一位很聪明的专家，那随机生灵，哇，那根本就是一支由几百位专家组成的梦幻团队。团队里的每一个专家看的资料角度都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最后大家再来投票决定。这样一来，不止大大降低了某个专家可能看走眼的风险，整体的结果也会更准确、更可靠。说到团队合作，有一个模型我们绝对不能不提，它在处理像是 Excel 那种表格资料的各种竞赛中，根本就是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，所以大家就给他一个封号，叫做王者。
就是它 XGBoost， 它的运作方式真的超级聪明。它不像随机森林，大家一起投票，它比较像是在跑一场接力赛。第一个模型先跑，先做预测，然后第二个模型接着上，专门来修正第一个模型的错误，第三个再修正第二个的，就这样一代一代专注于解决前一代的弱点，不断的精进，最后就能达到非常非常高的准确度。那问题来咯，如果我们的资料完全没有标签，没有答案，那怎么办？这时候就是非监督式学习要上场的时候了。演算法就像一位探险家，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，自己从资料堆里找出隐藏的结构或模式。这是一种探索性的学习。最经典的应用就是客户分群，它能自动把行为很像的客户归成一类，帮助公司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市场区隔，这样就能制定更精准的行销策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AI 最前沿的领域了。让我们来看看，当机器开始模仿我们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时，会发生什么超级惊人的事情。深度学习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根本不需要我们人类专家去告诉它，你要看什么特征，你只要把成千上万张的图片或文字全部喂给它，它那个很深层的神经网路就能自动从最基础的边缘线条，一路学到比较复杂的鼻子、眼睛，甚至是辨识出一整张人脸的特征。在深度学习的世界里，有两位超级巨星 CNN， 我们可以叫它图像辨识之王。它的眼睛就像鹰眼一样，能精准捕捉影像里的各种细节，让电脑能够真正看懂这个世界。而 Transformer 呢，根本就是语言天才，它独创的注意力机制，让它能真正理解一整篇文章的上下文关系。这也就是今天所有我们看到的强大语言模型，像是 GPT 背后最重要的核心技术。OK， 我们前面探索了这么多超强的工具，对吧？现在来到最关键的部分了，到底在实际问题上，我该怎么用它们？别担心，我把这一切浓缩成一个很简单的决策框架。这个问题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是每个做数据分析的人每天都在问自己的问题。这就像做菜一样，不同的食材就需要不同的厨具嘛，选对了工具才能事半功倍。好，这就是你的3步骤行动指南。来，我们一步一步来看。第一步，先检查标签，你的资料有没有标准答案？有的话，就从监督式学习开始；如果没有，那就需要非监督式学习来帮你探索。第二步，辨识资料类型。你的资料是像 Excel 表格那样整整齐齐的结构化资料吗？如果是，优先考虑 XGBoost 或随机森林。那如果是像图片、文字这种非结构化资料呢？那就要交给深度学习了。最后，第三步，考虑解释性。你需不需要很清楚地跟老板或客户解释模型是怎么做出这个判断的？如果需要，那就要选择像决策树这种比较简单透明的模型。但如果你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追求最高的准确率，那你就放心大胆地使用更复杂的集成或深度学习模型。跟着这3步，你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都能做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哇，我们从最开始的规则一路走到了现在的创造 ，AI 的演进速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。今天我们掌握了现有的这些工具，但未来永远充满了惊喜。那么，你认为下一个会颠覆世界的 AI 技术会是什么样子呢？这场冒险其实才刚刚开始。